长安城中有这么一处地方，毗邻鬼市，小贩、商贾、百姓杂居，有富得流油的，也有生活不堪、穷得叮当响的。这地方啊，就是务本房。哭！胡老汉，你倒是管管你这孙儿啊！这大半夜的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得了个孙儿是吧？胡老汉，行，不让我睡，咱都别睡了。傻子，你爹呢？你儿子哭成那样，你们爷俩就没一个管管？傻子，胡老汉，胡老汉，孩子哭成这样也没人管。胡老汉，胡老汉。深夜你为何到胡品家？胡品家的孙儿一个劲儿的哭，吵得草民没法睡。大人，真的与我无关啊，不是我干的。你问他们，肯定也有人听到。你们说话呀！为何都不说话？大人，草民与胡品无冤无仇啊，程过天就是看不起他。嘲笑过他家里有个傻儿子，他们也都骂胡品。你们平日里不也是对胡品指指点点的？怎么这回都哑巴了？尸体致命伤在心脏处，为利器刺入伤，一刀毙命。尸体缝尸线从心脏处直至腹部，腹内被硬塞入草人，胃肠皆已被挤烂。究竟是何等通天的仇恨，才会做下如此恶毒的诅咒？诅咒？古籍记载，以草人之于人妇，即使死者转世为人，也将断子绝孙。可怪就怪在，即便有如此大的仇恨，这个凶手竟然放过了胡品的傻儿子和他的小孙儿。对此二人不仁者，那最有可能的便是胡牙之妻了。下次再来啊！皮毛掸子、小香包、小铃铛啊！客官需要什么？你就是他们口中的包打听。哎呀，我只是个货郎。哎，我这走街串巷的呀，谁家长谁家短儿，倒是也知道那么一点点儿。胡牙你认识吧？认识啊，东街那傻子嘛，认识。那你可知道他从何处讨的娘子啊？讨的啊呸！胡牙呀，他阿娘死得早，他爹呢胡品啊又是个窝囊废，他自己还是个傻子，你让他上哪去讨啊？那女子为何愿意嫁入胡家呀？她是何来历？哎呀，这个，说是捡的。捡的？你说这要是捡吧，他也轮不到他胡家呀。我看呐，8成啊是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买的。你可不知道啊，这一向叫人看不起的这个胡品啊，这次可算是扬眉吐气了。卖花了，卖花了啊！这就是嘛，这才说这时间，就那个胡品。几位嫂子，这舌头又痒了，又嚼谁家舌根子？去，哪儿都有你。说
说出来给我听听呗。还说啥呀？正主来了不是？哎呀，哇，哎呦，真好看啊！洪老爹，这是满面春风呀！这不怕孩子在家憋闷得慌吗？带他出来转转。哎呀，洪老爹，这又当爹了啊！又当爹了，这是啥话呀？别笑别笑，这是胡牙的孩子啊，我孙儿。哎呦，你看还是个阿郎。哎呦，阿郎长得真好看，漂亮。你看郎君呀，真有福气。那恭喜胡老爹，这个呀，就当我给小阿郎的见面礼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那胡老爹呀，那人不错，平时啊，我都拿他逗闷儿。哎，那女子长何模样？那没见过，但是我听说呀，自从这个女子进了胡家，那胡家的大门呢，便整日关着。这胡品呢，真把这个女子啊当成宝了，生怕别人给抢走。行，老板生意兴隆啊！哎，下回再来啊！需要什么下回再来。大人，问清楚了，胡牙确实曾有一房娘子，可诞下胡家那小阿郎之后便不见了。老姚，长命锁，这个东西造价不便宜，胡家并不富裕，怎么会有钱做这个呢？此物崭新，像是刚打不久，莫非胡品死前曾得到一笔横财？桂姨，去左近的银铺查一查。是。长安城外夜色沉默。就在前面，田家，死者是田家家主田万。阿娘在呢，别怕。你是死者的妻子？是，奴家田陈氏，陈莲。我看两位阿女，皆已到鬓发之年，这些孩童的玩物是？郎君曾纳了一房侍妾，本已待产，全家欢喜不已，早早便将襁褓所需之物备下。奈何侍妾突然出血而死，郎君悲泣，便将这些物事留下，就当是留个念想了。死者在哪儿？在房中。进去看看。空与胡品死因一致。桂姨，叫人把尸体带回去验尸。是。可有什么发现？没有破门的迹象，屋内并未遭遇盗抢，更没有打斗的痕迹。你觉得会是谁？阿娘，我怕。阿娘，我也怕。没事的，阿娘在呢。
今夜可有他人到过府上？郎君今日刚从外部跑伤回来，早早便歇下了。我也带着2个孩子到东屋睡下，未曾听到有人来。死者生前和东街的胡品可相熟？奴家不认得，也未曾听郎君提起过这个名字。大人问起此人，是他与郎君的死有关。可否带我们到侍妾房中一观？和胡品死因一模一样，都是被利器深深刺入，同样是一刀毙命。若是陈莲，那他和胡品又是何关系？莫非是那个侍妾？那个侍妾房中并无太多灰尘，显然没有闲置太久。若真如陈莲所述的话，房间不可能如此干净。鸡毛掸子、小铃铛、小香包，快来看一看啊！鸡毛掸子、小铃铛、包打听小香包，快来看一看。呀，这不是上次买我货的娘子吗？这又是？田万是否有一房侍妾？有，没有。有还是没有？你爽快点。哎呀，之前呢确实有个女子住进了田万家，但呢，不是侍妾。你这是何意？关于纳妾的事儿啊，田万呢抱怨了很多次了。毛掸子、小香包，快来！哎，你说是我不行还是你不行？我觉得是你不行。那你换个话题。这不田老哥吗？这是为何事啊？是愁眉不展的呀！哎，去！还能因为啥呀？想抱小郎君了呗？那陈莲生不出儿子，又不让纳妾，你瞧瞧这给他打的啊！这娘们也太狠了点啊！你一边待着去！你是不知道，这陈莲的脾气啊，她就是一只母老虎，泼辣的很。这田万要是敢纳妾呀，陈莲敢把他的腿打断喽！当真？当真。你在我这儿买的消息，娘子，你就放1万个心吧。陈莲呐，给田万诞下2个女娃。你说你要是田万，你不想找个女子抱个小郎君，延续香火？脏嘴！实话。那我问你啊，这女子她是何来历啊？哎呀，娘子，这个钱呢，还是还给你吧。我确实不知道，你问别人去吧。鸡毛掸子、小铃铛。陈莲娘子，这么急匆匆的，是要去哪儿啊？有些事情想要问问你，还望如实相告。桂衣，看护好2个孩子。请娘子放心，孩子若受到丝毫伤害，我以命偿。阿娘，走吧，去和阿姐玩会儿。不是要出门吗？火盆怎么不灭？不怕走水吗？是奴家大意了。
人恕罪，奴家确有隐瞒。奴家嫁于郎君以来，只能为郎君生下2名女娃，无奈便买来1名女子，想着若是能给郎君抱上个小阿郎，给田家续个后也好。我2人约定，对外只说是家里找了1名侍女来伺候我。那你为何编造难产出血一说？那都是田万做的孽。郎君，你先莫急，那郎中好歹也不一定准成啊。他说是女娃便是女娃。阿梅，你先起来，别动了胎气。我要女儿何用啊！你这个骗畜！我买你回来是让你给我抱小郎君的，生不出郎君，我要你做甚的？你掐死他算了，这胎不成，下一胎再生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不成，我何至于花钱买它？这一胎老子不要了。这一胎老子不要了，再给我生！那女子被灌了药，掉了胎，可还没等那女子养好身子，田万便迫不及待的。白天，田万将她锁在柴房，到了夜里，便把她扛进房中。田万说的没错，那女子在他眼里就是一个贫畜，和猪狗毫无二致。同为女人，我不忍心再看下去，我生怕她被田万折磨死，便趁机开了那锁，将她放走。可事后被田万发现，他追到了城外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不是说已经生3辈了吗？你给我生一个带辈的呀！啊！你给我生一个！你个贫畜！你放过他吧！你这么折磨他，万一闹出人命，官府查起来可如何是好啊！我气他肯定是怀上了我的小郎君！跑啊！你给我跑啊！老子让你跑！让你给我生一个孩子这么难吗？老子花了那么多银子，听不到一声响啊！死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抬呀！快点！大人，这便是事情的全部真相。奴家害怕，若是吃了官司，连累了2个女娃，故昨日对大人有所隐瞒。阿娘，我阿娘说的都是真的。阿爷不喜欢我们，也不喜欢阿娘。这便是我阿爷打的。
那个女子叫什么？金月。银铺的消息查出来了，约是4个月前，胡品在鬼市的银铺里打了一个长命环，银铺的老板认出了画像，确认无误。花费几何？10贯钱。10贯，这可是县官3个月的俸禄。他胡品如此清贫，这钱从何而来？我看是从这儿来的。这是何物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点漆书。我试试。说和人，胡梅。我去把这个胡梅找出来。快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这就是胡梅家。大人，您早说您是大理寺的大人啊，那样我怎么可能收您那么多钱呢？哎呀，谢谢大人赏，那小的就告退了。走吧。你们谁啊？来我家做什么呀？大理寺问话。我又没犯什么事儿，找我做什么？田万你可认得？不认识。回答这么快，莫非他的死和你有关？哎，大人，你们这就是冤枉民妇，他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你们不能冤枉人呐！是不是冤枉？一搜便知。桂一，搜。大家都来看呐！官府冤枉好人了！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！大家都来看呐！我要到皇城告你们去！收起你这副无赖的样子。看看这个，纸上的田万已经死了，我们能查到你，凶手也能找到你，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你了。让我们管就走开，不让我们管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还不如实交代。大人，是田万，他急着想报小郎君，我就说和了一位女子点与他，就这件事儿。所点何人？好像叫金月。所点之人来自何处？是我有门穷亲戚，急着用钱，就托我找个成点人。可是胡品啊。是。大人，找到这个。为何会有2张，同为女子金月？点漆人刘全。嗨，那是金月的男人，那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还嗜赌如命。自金月嫁给他，就为诞下1胎。他听闻未生的能点个好价钱，为了赌博，就把自家的娘子给点了。哎，大人，我知道的可都说了，那杀人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被刘全点与了胡雅，而后又被胡品点与了田万，同一女子竟被你们典当2次，把她当物品一样随意交易，你等恶民，必遭天谴！大人，我同样身为女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若是你的子女被点与他人，你作何感想？大人，又不止我一个人说和点漆，那多少人他都干呢？大人饶命！桂姨，
桂姨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如今金月已死，离了这世间污秽，也算得了清净。走吧，去刘全家看看。照胡梅所说方位，应当是这间屋子了。走。死亡时间是昨夜丑时正，腹中被塞入草人。虽然和前2名死者作案手法一致，但从刘全身上10余处刀伤可以看出，凶手明显是在泄愤。这么说来的话，这3个人是同一人所杀呀，都是为了给金月报仇。但是金月已经死了，和他相关的3个男人也全部都死了，凶手会是谁呢？和他幼稚尊相符。你嘀咕什么呢？老姚，金月可能没死。什么？你还记得我们是何时和陈莲分开的吗？昨日子时末啊，时间对得上。他和我们分开之后，就找到了刘全，杀死了他。你是说，是陈莲杀的？不，是金月。难道沈头，这个案子还要继续查下去吗？越是接近真相，你越是害怕知道这个女子经历了什么。大理寺要主持正义，如果凶手真是那名女子，那我觉得她做的事情是正义的，我不忍心抓她。你若是不忍心，日后定还会发生此类的悲剧。若是我们将真相公之于众，那些点旗人和成典人必定有所忌惮。老姚，我们是为了更多的人。桂姨，去田府盯紧陈莲。好。嘿嘿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吃饭吧。你看，是你。挺像的。我好看还是他好看？都是你，都好看。你为何是个傻子？你为何是个傻子？啊！金月娘子，你们猜到了。没想到胡牙竟雕得如此精妙。是啊，他虽然是一个傻子，
但他好像心里比谁都透亮。他呀，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。你不开心，我会做小人儿，逗你开心。你好看，我做个好看的小人。我儿是个傻子，哎呀，不中用啊！你说他怎么能知道？怎么给我胡家传宗接代啊？你是何爷？我花了那么多钱把你买到这个家里，就这才点了1年期。哎呀，这日子是说到就到，我总不能打水漂吧？啊！只要你有孕，哎，都是我胡家的种。被点不说，受到此番侮辱，刘全竟未想着替我出气，反倒是以此为把柄，来找胡品要钱。一个人是1份的钱，2个人是2份的钱。这话是刘全说的。可是胡品不愿再次出钱，他就想了一个法子，又把我点给了田万。刘全同意了，他同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田大哥，这小娘子的屁股啊，一看就是生小郎君的好坯子啊，看得老师我都眼馋。那错不了，他刚给我家生了1胎，是个小郎君，白白胖胖的，带把，带把。田大哥如何？这么好的坯子可不好找啊！哎呦，你瞧瞧这屁股，要不你验验？成！哎呀，成了！啊、这点气1年50吊。来，画押。好。成了。就连陈莲也是被点到田家的，点期到了，却不见有人来赎，他就这么等啊等。那晚在河边，是他救了我。临死前，他把2个孩子托付给了我。英亥也在大理寺，大理寺会抚养他长大。将来有缘的话，定会相见。
从前的经月已经结束了，找个没人认得的地方，重新开始吧。罪人金月，罪孽深重，依律本应处斩，但念及事出有因，从轻发落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今判其流放江南道，以儆效尤。愿他们可以找到一处无人叨扰之地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也愿这世间的人呐，可以对女子多些眷顾，不再让他们受这种苦难了。